在过去的1年，这个频道的画质由 Apple Log 接管，有了它 ，iPhone 也可以拍出不错的画面。所以我收到了一台长途跋涉的相机。这2件事之所以有因果关系，是因为发件人叫做 Blackmagic Design。Blackmagic Camera 是我过去1年拍 Apple Log 的专用软件。我过去做了大量的相关分享，没想到 BMD 也看见了，并且愿意为这个频道的画质贡献一些小小的力量，所以他们借给了我一台 BMPCC 6K Pro 相机，准确的来说，它是一台电影机。所以电影机和我们平时接触的微单差别在哪里？拍 RAW 和拍 Log 的区别有多大？以及我从手机直接跨步到电影机这个过程顺利吗？那在几个月大量的内容创作、大量的生活记录之后，我想我有足够多的内容和画面能够呈现给大家。哈喽，大家好，我是 Eric， 欢迎大家围观我和电影机的第一次接触。首先，这并不是一期相机测评 ，BMD 也没有要求我出一期电影机的视频，所以他们提供给我的设备比较偏向于自媒体创作。镜头的选择是一支万能的变焦镜头，适马的1770，没有办法从镜头的层面榨干它的画质。如果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在评论区和我进行讨论。这就是我平时把它带出去的全部装备，没有稳定器，一机一镜，再加上一个存储方案，可以是固态硬盘，也可以是存储卡，全部装进我的摄影包。其实这是一个很微单的使用场景，可能和大家认识中的电影机有所不同，但这正是 BMPCC 最大的魅力。它不需要武装成很庞大的样子，像其他的电影机那样，也不会像微单那样为了追求轻便而牺牲很多的体验。其实把它和微单进行比较非常的有趣，实际上整个视频都会进行这样的比较。我会拿我刚买的这台 A7C2 举例，而且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BMPCC 在二手市场的价格甚至几乎就等于 A7C2， 换句话说，你只需要花1万块钱出头的价格就可以搞到一台电影机。我们先来说说它好的地方，最直观的区别，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硕大且高亮的屏幕。索尼的屏幕用过都懂，但 BMPCC 的这块屏幕是的确可以替代一块小监视器的，它会明显的带给你一种叫做拍摄乐趣的东西，你会忍不住的去回看你刚刚拍下来的素材，再加上这个行业普遍称赞的菜单设计，即使全靠触屏去交互去操作都没有问题，就像是一台大号的手机。而且如果你是 BMC 这款摄影软件的用户，把它和 BMPCC 放在一块，这他喵也太像了。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从手机过渡到 BMPCC 的学习成本甚至要大于我从 BMPCC 到索尼的这台相机的学习成本。这个结论还是挺有意思的，这说明如果你是一个摄像的新手， BMC 对于你摄影的入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如果你不懂这些种种的摄影参数，在2025年的今天，不要把你的 iPhone 当做一台手机，下载这个免费的 App， 直接在网上搜索相机教学，这是我的学习路线，也可能是你开始创作最快，可能也是最快乐的方式。自从我拿到这台相机之后，把快门角度固定在180度，我就再也没有管过快门的事情，因为它有内置 ND。180度快门能够呈现出比较自然的运动模糊，这也是电影感的来源，但这也意味着在强光下，你需要在镜头前加装 ND 镜来减光，才能保证画面不过曝。
这其实出门在外是一步比较麻烦的操作，但是在 6K Pro 上，你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做到，绝对是一个用过就不想回去的功能。光圈可以放心开到最大，然后什么都不用管，无脑按 ND， 强光下也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虚化。那对于弱光的条件，其实我一直认为买相机就得买全画幅的，不然在这个后 Apple Lock 时代，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相机，结果 iPhone 也可以做到7、8成，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沮丧的事情。但这台 Super 35的半画幅相机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首先，它能给到普通相机不能给到的东西，就比如刚刚聊的那些，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聊的 B-roll。这其实已经和手机拉开了本质的区别了。其次，即使它没有全画幅的进光量，但有着双原生 ISO 和13档的动态范围，大家普遍认为它的暗光表现是可以和全画幅掰一掰手腕的。而且 EF 卡口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有着非常丰富的镜头群和非常便宜的价格。如果你去购买电影镜头或者是大光圈镜头的话，你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你想实现全画幅的虚化也并不难。所以这一趴我们的总结是，高感和 ND 的这一套组合拳可以让它胜任各种各样复杂的环境。虽然这台机器可以拍摄 ProRes， 但大家都说如果用它但是不拍 B-roll， 那它就白买了。所以以上你看到的素材都是通过 B-roll 拍摄的，也就是 Blackmagic RAW。RAW 格式意味着你可以在视频的后期更改 ISO、白平衡，甚至是色彩科学，就和拍 RAW 照片一样，后期的可调性非常的大。其实商业项目和电影会经常用到 RAW， 但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在校生，所以我把它带到了我们学校的音乐节。这其实是一个光线很复杂的情况，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打来的灯光是什么色儿的。但如果你拍的是 B-roll， 你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后期通过大范围的魔改得到可以用的素材。再比如我国庆去南宁这条非常有广西特色的小吃街，每一个摊位的光都不一样。如果我现场调白平衡的话，肯定会疯掉。但如果可以后期更改 ISO 和白平衡，就可以更有把握的实现色彩的基本统一。那肯定有朋友问，我的相机可以拍 log， 也挺能调的呀。那确实，只不过 RAW 是比 log 更原始、可调性更强的一种格式，而且 B-roll 为我们带来了12bit 的色深，有些素材只是简单的还原就能感觉到和微单不同的细腻和柔和。有的素材在进行大规模夸张的调色之后，色彩的过渡依然很自然。可能我把素材还原回去，你就能更明显的看到它的价值了。但很多人可能听说过RAW的体积非常的离谱，但好在 B-roll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RAW， 它有不同的压缩比可以选择。对于这些要上传到网络上的内容，我一般选择12:1就够了。大家可以看看这1个小时的素材需要的储存空间，对于 6K 来说，我真的觉得还是蛮可以接受的。我也用它录制了很多长时间的 A-roll， 而且对于剪辑设备的压力它也不算大。如果以上的描述会让你觉得这台机器很适合做自媒体，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给你泼一点冷水。其实这台机器最困扰大家的无非是3点。第一点，重量。BMPCC 6K Pro 的重量大概是2台 A7C2， 放在单肩包里对肩膀还是有一定考验的。其实老实说，这一点我看得比较淡，毕竟大体积带来的是整体体验的提升，有出色的握持手感，大屏幕，还有丰富的接口，内部也留有空间放风扇散热，长时间的录制下来发热从来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出现在续航这儿。
如果你在户外拍摄，一块电池只能够维持它20到30分钟的拍摄，出门在外你需要经常的拆电池、装电池。对于断断续续的 B-roll 拍摄还好，如果你想要长时间的拿它录一个口播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插上充电线，有线的去使用它。不过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它没有自动对焦。准确的来说，它没有连续自动对焦，它有单点自动对焦，你可以点一下对焦，再点一下，再对焦。无法否认，对焦也是画质的一部分。如果你像我一样在镜头前面，或者是面对一些快节奏的拍摄任务的时候，没有自动对焦就会非常的磨人。所以如果它是我的相机，我会为它装备自动对焦模块，为它购买老镜头或者是电影镜头，去享受拍摄和调色的乐趣，同时让它替我干活。我很向往那些 YouTuber 把自己的频道做成电影，即使是科技数码区的同行也有电影机随身创作。但目前我还是一个人在学校的寝室折腾这个频道，一台可以随身携带并且对焦可靠的小相机还是一个看上去更加现实的选择。好在这个频道一直在成长，希望 BMD 可以继续沿用 BMPCC 这个非常性感的概念，多年以后我能用上一台有自动对焦的 BMD 牌电影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模式。2024年这个频道也超额完成了去年立下的 flag， 达到了全网 2.4 万粉丝。马上也会上线一个视频和大家聊一聊这一年自媒体的感悟和收入，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也非常感谢 BMD 这段时间对我的画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给我一个小赞。我是 Eric，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